我出生于高雄县旗山，正值世界2战时期，年幼时便体验到战火的阴影。23岁那年，常在夜里听到空袭警报，家中匆忙拉上黑色窗帘，熄灯避难。后来为了安全，搬到祖父在乡下的家。那段时间，乡下的小孩多患结膜炎，常常早晨醒来，眼睛被眼屎粘住，找不到方向，一头栽下床。好在命大，从未因而脑震荡。童年的记忆还有一些特别的小故事。3岁左右，我第一次吃到炒花生，一口气吃掉1瓶，结果胃痛多年，直到20岁才稍有好转。4、5岁时在家附近玩耍，无意间叫了一位年轻人撒入日语中的猴子，被揍得大哭回家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。求学时期，我一直是个资优生，可是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发生在初中毕业后。当时我希望报考县里最好的高中，却因家庭经济因素被建议考取公费师范学校。我坚持不想当老师，最终选择了工业职业学校。这次选择让我体会到人生并非全凭自己安排。高职毕业后，我进入台电公司，领到人生第一份薪水1000元，其中800元寄回家，仅留200元自己使用。从那时起，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，也第一次感觉自己真正长大了。40岁之前，我常年在外地工作，直到全家搬到台北，终于能一家人团聚，体会到家的温暖与幸福。婚姻方面，28岁那年透过媒人介绍，初次约会，女方阿姨还陪同到澄清湖游玩，她就是现在的太太。当时她美丽又可爱，没想到她是乡里公认的10大美女之一，难怪她父亲一度反对我们交往。工作生涯中，我从基层技术工一路晋升，53岁退休于公职，得过2次优良公务员表扬。退休后转入营造公司，继续发挥专长。道路施工是我最擅长的领域之一，但也曾遇过刁难，比如新辟道路工程中，有推土机操作员故意破坏测量木桩，整新工程师。还记得某次台风来袭，大家在工地里硬撑着临时建物，与7级狂风吹盼，一度感觉无力与天地对抗。家庭生活中最重要的神队友就是我的太太，我们分工合作，互相体谅，携手奉养双亲，养育子女。如今孩子们已经自立，父母也安息，生命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。60岁后，我开始了第二人生，参加社区大学英文绘画班、松年大学、乐龄大学，学习交际舞、日语歌唱、陶笛演奏、电脑应用。即使声带退化，身体不如年轻，仍然努力让自己活到老，学到老。乐龄学习中，印象最深的是参访老人住宅，参加居家安全课程与讨论会，让我深刻感受到时代变迁中，老年人也要具备自我适应与应变的能力。回顾一生，最不后悔的决定是民国72年全家搬到台北，虽然辛苦，但也成就了孩子们更好的未来。如果人生可以重来，我会选择更平衡工作与家庭，少些不必要的应酬，多照顾家人和自己。今天和孙子住在一起，看住他们的成长，也影响着我的生活节奏。余生里，我最感谢的是我的父亲，他以坚韧撑起家庭，也感谢自己当年努力考取公务人员，重新找回人生的信心。现在我珍惜每一天，继续吹奏陶笛，学习心智，努力把心力奉献给家庭与社会。